亲爱的各位观众老爷们，大家好，这里是加密阿尔法，很高兴又跟大家再见了。现在是新加坡时间的2024年11月11日周一晚间的6点49分。在今天11月11日9时许，据 OKX 行情显示，比特币的价格一度冲高至81733美元左右，这也意味着比特币正式站稳在81000美元大关，迈入无数人梦寐以求的8万时代，距离10万美元大关仅剩23%的涨幅距离。在特朗普成功竞选美国总统大选，比特币现货 ETF 持续流入，美联储降息继续等诸多利好因素的刺激下，比特币再一次开启了它的星辰大海征途。如果您正准备进军加密世界，还没有注册交易所，现在机会来了，只需要点击我们视频下方的注册链接，注册币安、OKX、Bitget 或者 GetIO 等主流交易所，就可以轻松享受交易手续费的专属折扣优惠。新用户还有机会获得海量空投、新手福利和相对应的体验金，帮助我们轻松开启加密世界的第一步。千万不要错过，赶紧使用到下方的邀请注册链接，享受这些专属的福利吧。OK， 我们正式开始今天的篇幅。那么今天交互的教程的名字是 Story Protocol。其实我们有出过相关联的视频，已经很多期了。那么它最近有更新一些新的内容，值得我们去交互一下。官方在11月8日的时候有更新过一篇 Outside 测试网的最后阶段，那么这是相关联的一个推文，感兴趣的话可以在这方向上进行查阅。那我们先来到第一个步骤，它是领水的环节。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我们需要跟大家说明一下，它提供的此次的领水的网址的话，大多数人可能不太符合它的要求，因为它需要在的 Getcoin Passport， 就是你的护照上是持有一定的分数，也就是你的人性分数。这个分数的话，如果你达到它的那个要求值，因为最低的话是5分嘛，你才可以去相对应的领水。那这个分数要怎么获得啊？目光所及的话，就是护照的一个页面。那么这边有具体的一个分数，每一个分数都对应着不同的任务。比如说我们以以太坊来作为一个例子，点击一下连接，连接完成之后呢，这边就会有一个相对应的任务指标。抛开参与里程碑这个不说，我们看一下它的活动指标。比如说在盖市上花费超过 0.25 个 ETH， 执行100多笔的交易，包括是最后在50个不同的日期内保持活跃，都会相对应的获得这样的一个分数点。你当然可以在你连接完钱包之后呢，就可以直接进行这样验证，去猜测一下这一些指标我们是否有达到。然后这边一般的话就点一下验证，相信的话大多数人都会失败，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做到 gas 费会超过 0.25， 以及是执行100多笔交易，除非你真的在这个钱包当中使用了很久。那么余下的话是这样一些，我们会重点给大家说明一下有关于币安的这样一个认证方式啊。那这里的话会有一个政府签发的身份证件，实际上是完成相对应的 KYC 的话都可以进行连接。我们这边点击一下，然后再点击一下蓝色字符啊，不要去直接验证，因为验证的话一般来说会失败，它要先去进行一下核验。打开这个页面之后呢，使用自己的币安账户，记住啊，不是你自己的 Web3 钱包，是币安账户进行扫码登录。登录完成之后，它需要有一个绑定操作，是绑定到自己的一个钱包，然后再是钱包的一个签名，去获得相对应的 BAB 的 token。那只有完成这一些之后呢，才是相对应的 KYC。但是如果你是新注册的，就是你没有在币安账户当中充过钱的，这怎么理解呢？就具体说你是没有任何充值的，所以你的 balance 的话会显示0。它这里的话是要在开始之前要存入1 USDT。那我们这边点击到相对应的充值，充值完成之后呢，选择一下国家，然后以及是我们交易的币种，这边的话可能选择就是那个我们的人民币啊，这里应该是有的。另外需要提醒一下各位观众老爷，它的最低金额充值金额是72人民币才可以完成充值。那么我不是在这个方向上一定鼓励大家去完成这一笔充值，然后为了获取到这样一个分数点。如果日后测试网真的用的比较多的话，那我觉得你可以去尝试一下。如果用的不多情况下，我觉得完全没必要。所以我还是在网上给大家找到了一个另外领水的那个网址，但是它领水不太多，一天的话只可以领取到 0.01， 有可能不够用啊。所以我在想，我等一下做这个视频的时候能不能跑得通。在这个方向上输入一下我们的钱包地址，那这里的话复制一下，复制完成之后呢，这里有
关注和发推文，请注意啊，这个环节当中的话，关注和发推文一定要去做，不然的话它会核验失败。然后它这里的话 URL 的话是在哪里啊？就是我们再去转发它这条推文的时候，那比如说我们在这里转发一条推文之后呢，我们在这边点击一下复制链接，复制完成之后进行一下粘贴就可以了，然后再是人机的认证，然后去接收到这样一个令牌就可以获取到了。另外值得更大就是大家一定要清楚啊，我们领取的是奥德赛的这一个测试网测试币啊，不是这一个啊。这个是原先我们在做那个测试网交互的时候，这个测试币，这两个是不一样的啊。紧接着我们就来到第二个板块，这个板块内容的话非常简单，就是此次更新的一个奥德赛的任务。那么所有的任务都是假任务，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只要点开对应的链接不去做它，它也会自动核验成功，你就耐心等待一下它就好。然后所有的工序完成之后呢，它会在这个对话框当中自行的进行到一个 mint， 那它这里会提示你的。还是绕回到之前那句话，就是你的Getcoin Passport 这个分数至少要 17.5 才可以进行到收集这一个测试，有关于测试网的看起来像是 NFT 吧。那就又要到这个分数的环节上了。那么有关于分数的话，我们刚刚之前在视频当中有讲过，然后我要稍微负责任的跟大家说明一下，我还没有进行过充值，所以我不明确在这一步完成之后后续的步骤还有没有，还是说这一步完成之后就已经可以了，可以之后呢是不是在这个页面当中直接进行一下核验就好了。这是我担心的，我怕它后续还会有一些那个任务，然后因为我还没有充值嘛，我还没有做到，所以我没有遇到过，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如果你有这个16个分数的话，那剩下的就是1分还是 1.5 分啦，很好，这个很好获得。你比如说去绑定一下自己的社交媒体，然后以及是你的 GitHub 认证或者是等等，它会有一个具体的分数的，这个还比较简单，主要是大头解决就好了。那我们再跟着这个教程往下走吧。然后第3个是有关于到领取徽章的一个活动。那有关于这个徽章呢，我们首先先点开这样一个网页，这里会有不同的生态项目，每一个生态项目下面都会对应着一个徽章。那么既然有徽章，就会有它相对应的任务，比如说我们勾选一下，那它是一个 color 的这样一个徽章，我们点击一下，点击完成之后呢，这就是大家一直网上在传的那个项目了。那这里的话，这些所有的社交类型的任务都是假任务，假任务的话直接点一下，然后不去做它也会核验成功，然后才开始到 mint 的话点击一下，再次点击一下这个 mint， 我们刚刚领取的测试币就派上了用场，然后钱包确认一下此次的交易，刚好就已经完成了。那我这里已经完成了，完成之后呢，我们再返回到这个页面，请注意它还有一些就是其他的类型的任务需要完成，不是说它完成这一个 mint 就可以了。你会看到它会购买一个商品，以及是列出待售的商品，包括后续的这些步骤。那首先要去说明一下，我是先去了他们的 DC 频道当中去说了一下大概的问题因为现在目前来说的话是不能进行买的。那这个网页的话我们有，因为是刚好卡出来的，确实是。那这里比如说我们去勾选一下，因为我们当前账户的钱不多啦，我们就选取到这一个，然后去进行到一个购买。那它这里的话就会显示到失败，包括我们去刷新这个页面，然后再去购买的话，也都是会出现一样的问题的。然后 DC 上也确实反映了这样一个问题。那么我们可能是需要等待它处理完成，然后才可以进行到mint，因为可能现在人群涌入的过多。然后 DC 的话是会有相对应的一个教程，中文区搜索一下中文区如果你没有这个频道的话，点击一下显示所有频道，然后那边的语言选择一下，这边有一个我们的中文区，然后这里的话会有相对应的，就大家都会在问这个问题了，你看这里都是错误。当你完成这些目标任务的时候，请记住不要忘记去同步一下资格，同步资格的话会显示绿色，这样你就清楚自己哪一些任务没有完成。那我们再回到生态系统项目当中，生态系统项目这边有很多个标签页，然后对应着都不同的任务。这边的话也请各位观众也稍微，如果你要做的话就耐心一点，然后把它都做完。然后我们再说一下，就是那个另外一个是今天刚刚出来的这样一个，它也是有关于 Story Protocol 的这大概是一个徽章吧。
然后我们去连接自己的钱包，进行到一个转发，其实也不是转发，是创建一条推文。创建这个推文之后呢，要进行一下发送，发送完了，然后要把相对应的这一个 URL 输入进来，就是我们刚刚有教过的，大家如何去找，就在这里点击一下复制，复制完成之后呢，刚刚是这个网页，然后去进行一下粘贴，然后点击一下那个 send 发送，然后它这张徽章的话就可以进行到一个 claim 就收集了。那么我们再跟着这个教程往下走，它的第4个步骤是要进行到一个 swap， 然后我们这边点击一下，在我们连接完钱包之后呢，它会自动的切换一下网络，也就是此次的一个 outside 的网络。然后因为我测试币不太多，所以我就没有办法给大家演示了，因为明天还要再领一下，我一些其他任务还要交互一下。具体的数额的话，根据你来定，一定要少一点，不要太多。然后这里会有很多关键导也问我应该 swap 什么币种呢？ USDT、USDC 都可以，没有关系。然后这里也会有一个水龙头，这边需要去进行一下那个什么推特转发还是什么，就不要去做它，没关系。你那个页面打开，然后直接把它删掉，它会自动的出现成为一个 claim 的话就收集一下就好了。这里的话很简单。那我刚刚说了，你既然进行了 swap， 那我们先拒绝一下这个那个接受。你既然 swap 了什么样的币种，相对应的流动性我们也要添加一下对应的流动性。比如说我们刚刚是转换成为 IP 和 USDC 是吧？那我们就对应的添加一下这个流动性，然后具体的数额输入一下就可以了，就这么简单，没有任何复杂的程度。那我相信它这里后续的步骤也都是差不多的，应该没毛病。不对，确实没毛病。然后再是去供应和借贷。在这个页面当中呢，我们优先不推荐使用到自己的测试币 IP 这一个测试币进行到一个供应和借贷，我们应该使用到自己的，比如说 USDT。那很多人会问了， USDT 从哪里找呢？这边也有一个，下方也有个水龙头啊，这里点击一下，获取到相对应的 USDT， 然后这边进行到一个借贷，然后要一步步完成。完成之后呢，那个borrow 就借贷要从哪里找呢？这里它有2个板块，一个是供应，一个是借贷，对，这2个，然后去相对应的把它借出来就可以了，就很简单，没有任何复杂的程度，演示不演示的，因为我测试币很难得，我还没有进行那个人机认证的，就那个人性分数获得呢。然后再是下一个步骤。在开始这个任务之前，我不太认为这一个任务和 Story Protocol 有强关联性，虽然它页面当中也体现了一个关于测试币的零水地址，所以我也不太推荐大家去做。那么后续的话其实没有相关联的任务内容了，但是我们在今天的时候有看到一篇推文，是有关于 A16Z 领头的有关于 Story Protocol 推出的 Telegram 小程序。那么具体的话可能是Telegram融资当中金额最大的项目，那没办法，既然看到了就要去做，那也是算交互一下 Story Protocol 吧。相对应的链接的话我们都会放置在视频的简介处当中，然后方便大家的使用。页面打开之后呢，就是这个鸟样，然后也是有相关的一些社交类型的任务啊，或者是以及那个其他的一些板块，感兴趣的话可以看一下。那既然是跟 Story Protocol 有关联性的，那做一下吧。OK， 今天的视频分享就到此为止了，感谢各位观众的收看。如果过程当中有一些问题的话，欢迎在评论箱中评论出来，我会一一为大家进行解答。那如果你觉得本期这支影片对你来说还是有所帮助、有所收获的话，还请高抬贵手，一键3连。那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